你挖完鼻屎的时候别往我身上抹，知道吗？哎，副堂在那儿呢。走吧。一会儿别乱说话，知道吗？你把他们都吓跑了。傅阿姨，您干嘛呢？傅阿姨，你在玩什么呀？今天我在抓虫子，好多浮游啊。这儿连个池塘都没有，哪里有浮游啊？谁说浮游只能在水里啊？它在我的眼睛里。眼睛里面？对啊，我在用我的眼睛的网，在抓眼睛里的虫子。眼睛里的虫子，你们看不到吗？啊，我们没有看到。看，近一点呢，离近一点。傅阿姨，你又开始取笑我了，调皮了是不是？我没有取笑你，我只是，我那么喜欢你，我怎么会取笑你呢？我只是想和我的孩子玩，如果他一直在我身边的话，他应该也长这么高了。你是我的孩子吗？不是我的孩子，他只有7岁啊。对，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只有7岁，所以，我眼睛里只装了他7岁的样子。傅阿姨，您自己有个孩子吗？儿子。你不知道儿子有多调皮，但是很好玩。副堂家属在吗？过来取药了。这儿。傅阿姨，接着说啊，我听着呢。然后呢？你知道，儿子有的时候很乖，有的时候却很调皮，总喜欢到邻居家去玩，但是邻居家细菌很多的，跟他说了很多次，他都不听。他会把细菌带回家里来的。虽然是个男孩子，但是他非常乖，非常粘人，比女孩子还粘人。他总喜欢和我在一起。我做饭的时候，他就给我打下手；我看书的时候，他就陪我一起看。最喜欢玩我给他叠的纸飞机。妈妈，我好爱好爱你。妈妈也好爱好爱你。
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不喜欢玩纸飞机吗？啊？不喜欢和我在一起玩吗？妈妈，我错跟你了。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动这个拔烟盒，你为什么就不听话呢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动它？你不喜欢它，你就别玩了。你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你出去啊！你别抱着我，你出去，你出去好不好？你别抱着我，你别抱着我！你出去！是不是很可怕？您不可怕，您只是因为很爱他。但是您生病了，而且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已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，永远的。您是说，当时是那孩子的养父把您弄走的？是的，他的养父把我送去了精神病院，我和我的孩子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不过，这样的选择，无论是对于他还是我，也许是最好的，也是最合适的选择吧。刚才听到您说完这些经历，让我突然想到一个人，他的经历跟您说的故事很相似。才离开了一会儿你就想他了？赴汤家属来取药。你得先签个字才能领药，我们这儿管得比较严。严点好。不是他。傅阿姨，您最近有坚持吃药吗？你
是觉得我复发了？如果您不坚持长期稳定的用药物治疗，双向情感障碍很容易复发的。我知道你又想说我情绪不稳定，我都已经听腻了。人生如浮游，一往不可攀。发爷，您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浮游在水里吗？前面有一片湖。他该吃药了。小金，你还是不化妆好看。我怎么都好看。你约我出来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呀？哦，换上运动装，跟我沙袋跑。什么？啊！人家都提醒我不能剧烈运动了，早无力了。你说啥？没啥，跑一跑，谁怕谁啊？这个能不绑吗？不能，走。哎，我没准备好哎。调整呼吸啊！不行了，我跑不动，我跑不动。我说那么多项目，你为什么非要带我沙袋跑啊？这是我业余爱好啊。沙袋跑可以增强腿部力量，追捕嫌疑犯靠的就是力量和速度。我又不用追捕嫌疑犯。那我不是怕嫌疑犯追你吗？我都累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？你看看你这都……你过来，你让我掐一下，你让我掐一下，你别跑，你让我掐一下。闹着玩儿。生气了？不至于吧？啊？那个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就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有趣的灵魂保存完整。疼不疼啊？不疼，就是落下疤不长头发了，怪难看的。不难看，谁说难看？你这个叫光荣的伤疤，别人想踢还踢不了，多酷啊！你以后见我都不用戴帽子了。那我们接着跑。不，我没准备好呢。哎，我行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我不跑了，我不行了，啊，我累死了。丽丽，你自己跑吧。你怎么放弃了？啊？你不应该是这么容易放弃的人啊！我是，你不要怀疑，我是沙袋跑，我举双手双脚放弃。那好吧，那我们换下一个项目啊？还有项目啊？嗯，什么项目？防身术。防身术？我学这个干嘛呀？你不是在我身边吗？我是人民警察，保护人民是我的首要责任。我也是人民啊，你也可以保护我呀。万一我不在你身边，有坏人欺负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
何顿，我刚才在取药的时候，在取药的登记表上看到了姬教授的名字。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观察傅唐的病情，所以我们之前推断的没有错，傅唐就是姬教授一直在暗中保护和研究的那个病人F，还有那封信，应该也是写给傅唐的。卑劣无耻的内心，从哪来的？我就在想啊，这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这么多年的执着，再加上那封信的内容，看来姬教授是真的爱上了傅唐。你记不记得傅唐跟我们说他有过一个儿子？记得。刚才你不在的时候，我跟他闲聊，他说他跟他儿子分开以后，就被孩子的养父送到了精神病医院。精神病院？没错，送他到精神病院的人就是姬教授，而那个孩子就是叶家辉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叶家辉的经历跟傅唐说的他儿子的经历实在是太像了。如果傅唐有一个儿子的话，那家辉跟那个孩子的重合度实在是太高了。对，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只有7岁。在我7岁那年，我妈丢下我走了。但为什么说是姬教授把傅唐送进了精神病院？因为现在所有证据的指向都指向了姬教授。傅唐的经历告诉我，在孩子7、8岁那一年，孩子的养父当着孩子的面把他送到了精神病医院，这对一个小孩来说恐怕是一辈子的阴影。所以叶家辉一直在报复姬教授，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的事情，他恨姬教授将他们母子分开。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叶家辉一直在寻找那份 F 档案，因为 F 档案里面的人就是他的母亲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先从你入手去报复姬教授。但不对啊，这一些呢都是从感情的角度去做的分析，没有实质的证据。你刚才有问过傅唐吗？我没有。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按照他现在的精神状态，我不敢再问了，我怕刺激到他。我们现在去找姬教授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要向他去求证吗？我有点开不了这个口。如果我的推断都是正确的，也就是说，我的老师爱上了自己的来访者，并且跟来访者在一起了。万一他是怕这事儿会影响自己的仕途，才把傅唐送去精神病院。何顿，你不能这么先入为主的假设。我当然不相信我老师做这些，可是现在所有证据都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办法不相信。以你对姬教授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为了这点虚名就牺牲自己爱的人吗？或许姬教授有自己的苦衷呢。我知道你是因为相信他，所以害怕听到任何信任以外的答案。但是比起你不想听的答案，没有答案，或许会更煎熬，不是吗？走吧。你别进去了，我觉得有些话还是我自己问比较好。你在门口等我吧，可以吗？去吧，没事。教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哟，我怎么把茶又给浇花呀？你等等啊，我再打点水去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。怎么样？他怎么说？我没问。为什么？要不然我帮你去问。别！我其实不是不敢问，是我刚才有一瞬间，我看到他的背影，我突然意识到他老了。
以前他在我心里是父亲般的存在，他是我的榜样。我觉得他无所不能，甚至他在学业上的建树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的高度。曾经我以为他会永远像我坐在教室座位的时候站得那么直，以为他会永远睿智，永远贪玩。你站我菜地里干嘛？把我小白菜们的营养全挡住了。你们如果藏着一两件小事儿，我兴许看不出来；但如果藏了大事儿，光看你们眼睛就能看出来。就是要睁大眼睛。睁大眼睛。可是人不是这样的，人是会变老的。可就在刚刚，我突然觉得，我要当面揭他的短，我根本做不到。没关系，何段，如果你要是不想问，咱们就把这个疑问永远藏在心底。教授，何段，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面了。这回你可以仔细的看，看不懂的再来问我。那一年，我刚进入心理学会，对研究抱以极大的热情。当时有一份特别的咨询委托找上了我。患者患有长期的双向情感障碍，并因此引发了非常严重的洁癖。他抗拒与人接触，时而出现冲动和攻击行为，时而抑郁不发。久而久之，他习惯性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很少与外人接触了。委托人没告诉我的是，患者是名美丽的女子。那天下午阳光很好，照着她踩着梯子回望我的身影。我并不知道，这样的画面在往后的几十年中，将会反复不停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啊，对不起。顺序别错了。什么？我是说，那摞书的顺序别摆错了。第一本是《山海经》，第二本是《封神演义》，第三本是《广陵散记》，第四本是《西游记》，第五本是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。麻烦你按顺序摆放。这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为什么放在这书里啊？因为物种起源也不是什么正经的科学。所以和其他书没什么两样。你好，我是季明聪。没有人告诉过你吗？我从来不和人握手，即便你带着他。我知道，但也可以试试。要把脉吗？不用，你每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私事陋室，
唯吾德馨。我这是一个王国，这里什么都有，有花草书，还有音乐。我就是这里的国王。啊，还有一个士兵。医生，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呀？怎么会尝试这么多精神药物？这不像老师的风格。患者1998年入住海市精神病院，患者因药物作用导致一系列精神并发症，患者身上出现早期精神分裂症状，入院治疗时精神不稳，采取强制措施入院。快递，放着吧。放着。杵着干嘛？晒月亮啊！进来呀！一点创意都没有。你这扮相挺有创意的。哎，有创意，有创意。看，芋泥仿的面膜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啊？贺老师跟我说的，还能美白呢。还能让我开心？你嫌我黑啊？我没有。那个还疼吗？你说呢？你看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叫你背摔的。但你知道我本意是好的。你看你天真无邪的，长得又漂亮，教你防身术是为了保护你，但没想到你天赋异禀，学得太快了，我就一不小心把你当自己兄弟了。我谢谢你啊，把我当自己兄弟了，不知道以为你把我当嫌疑人了呢。你见过有这样对待嫌疑人的吗？好啊，还挺好喝。什么糖啊？羊骨、鸡骨还有猪尾巴。你把这么多骨头炖在一起，你不舍得给我吃肉啊？我没有，这不骨头有营养吗？是吧？吃啥补啥嘛。来，我怎么觉得你是骂我呢？慢点，慢点。这汤是我妈熬的。你妈熬的？嗯，那个，你有时间吗？我妈知道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想见一见你。我这样怎么见他们呀？没关系的，我爸妈特别好相处，不会对你挑剔的。而且我爸妈
已经夸你很多次了。嘿嘿。那行吧。这么快就见家长了？嘿嘿。佳辉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收拾点东西。啊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之所以想跟你说对不起，是因为我觉得身为朋友，我之前不够关心你。我明明有察觉你的处境，却没能为你做更多。你对我的关心和了解远多过我对你的，可是我却一无所知。好像你的家庭你也很少提及他们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喜欢把什么都憋在心里的人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如果你真心把我当朋友，你可以跟我倾诉，也许这样对你来说会舒服很多。贺顿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用这种怜悯的感觉看着我。我不需要你拯救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可怜虫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觉得你可以把你憋在心里的东西说出来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解决，你觉得呢？你现在不把我当罪犯，把我当成你的来访者了，还是说，你把我当成了一个精神病？你误会了，佳辉。我觉得我之前对你的想法和判断出现的一些偏差。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，你不要用你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别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。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全世界都需要你的拯救？每个人心里都有问题，你真把自己当英雄了？好吧，我相信你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的。你现在最好的方法是把内心积压那么久的情绪给释放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我刚才说的话刺痛了你，对不起。进。哎，开业啊？拿的什么呀？您看一下。新形式新包装。你现在得先想着怎么改变这个局面，你这翻天覆地呀，什么都敢提呀！哎呀，我知道我现在提什么要求都是没有资格。但是这个新形式我确实是想了很久，不破不立，我希望您再支持我一次。说说。我想做一个90年代的经典故事的投稿板块，根据听众的投稿呢，去做一个实地的调查，然后再找一些比较符合年代感的实地线索，从挖掘跟探索的角度，抽丝剥茧的给观众一个还原，给到观众一个身临其境的参与感。
你是说前几年那个叙事性的故事那个节目模式呗？那早就饱受诟病了。听众刚听了几天，越听越没意思。从我的经验来判断呢，这些节目被诟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是胡编乱造的。我认为只有真实的故事才可以打动人心，但是现在真实的素材往往是不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愿意露脸去暴露自己的隐私，所以这也是咱们节目的一个优势。还有一点，简重点说，我们只做一个主题：时间遗忘的爱人。谢谢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我对她的记忆掺杂了许多事情，有好有坏，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。我想那些不好的经历或者回忆，你妈妈也不会是故意的。也许吧。我不知道该从哪开始跟你说。那就从你开心的记忆开始说起吧。她在我的记忆里总是很美，是她叫我拉小提琴，给我读睡前故事。就算我调皮，满屋子跑着飞纸飞机，她也总是笑着。她很聪明，这世界上好像没有能难倒她的问题。别人都觉得她很脆弱，但她在我面前却表现得很坚强。虽然用他自己的方式。你吃不吃啊？还不吃到一边去！你想不想吃大白兔奶糖啊？这2颗糖就归你了。现在闭上眼睛，从1数到10。我之前之所以不想告诉你这些事情，是因为人们总是用同情的眼光去看待离异家庭的孩子，把成年后犯的错误归结于原生家庭。但我觉得这并不公平。难道家庭完整的孩子就一辈子不会犯错吗？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。既然我犯了错，我就有能力承担后果。我也不需要你的原谅。我不会原谅你犯的错误，至少现在不会。可是我跟你成为朋友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这是2码事儿。家辉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像，我们都经历了正常人不可能经历的痛苦，还有回忆。可过去的事情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现在，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痛苦当中。而且我相信，你的妈妈她一定很爱你。